是不是您当年在放牛的时候，那些离您而去的母牛造成您的空虚，也造成您没有存在感？这无疑是我见过最没教养的大学生。在某档访谈节目中，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易中天进行了一番恶意羞辱。然而易中天也是丝毫不惯着他，仅用寥寥数语就将其对得哑口无言。下面让我们回到节目现场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您本职是一个教师，但是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您又上了电视，讲起了不属于本专业的历史，把业变成了鱼，把鱼变成了业，我妈肯定会说是不务正业。这位大学生以极其嚣张的态度讽刺易中天教授，嘲讽他一大把年纪临近退休，却还在电视上抛头露面，甚至出言不逊，质疑易中天非历史专业背景，却大言不惭地在节目上大讲中国历史。他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对易中天的轻蔑与不屑。面对这样的挑衅，易中天虽然内心怒火中烧，但依然保持着学者的风度，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给予对方充分的尊重，让他把话说完。然而这位大学生却越发肆无忌惮，毫无收敛之意。我知道您有2个兄弟，是不是在家里能够得到的最基本的关心也被除以了3，以致使于您到现在没有一个存在感？是不是您当年在放牛的时候，那些离您而去的母牛造成您的空虚，也造成您没有存在感？这位大学生的言辞简直毫无底线，无耻至极，真不知道这学是怎么上的。他竟对易中天的原生家庭进行攻击，无端斥责他是不是因为在家中缺少爱，所以在知青下乡时期内心感觉空虚寂寞，真可谓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人格侮辱。此番恶意嘲讽实在令人难以忍受。就在此时，一位女大学生忍无可忍，起身反驳这位大学生的无理指责。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，这位小伙却像被点燃的炸药，情绪瞬间被引爆，变得更加激动和嚣张。我这个时候想插一句啊，就是我想刚才接着马浩这个逻辑问马浩一句话。那你现在是一个学生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说我是这个学生，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是不是也是不务正业？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并没有像易中天老师那样已经放弃了学校的教职，我还是一个大4的学生，我即将毕业，我还在完成我毕业论文，我就要去美国读我的博士。我觉得我是务正业，我只不过是今天下午利用了一下午的空闲时间，我来到了这个舞台上，这有什么错吗？小伙如同挺着机关枪一般，疯狂地输出自己的观点，无非就是想向大家炫耀他即将前往美国留学，言语之间流露出满满的优越感。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毫无羞耻心、自视甚高的人，易中天并未动怒，随后寥寥数语便让这位小伙瞬间哑火，脸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那我告诉你，第一条，我当年上百家讲坛的时候，学校没耽误1节课。我跟你一样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啊。您现在吗？退休了。告诉你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，光荣退休，不可以吗？话音刚落，小伙瞬间背对得无言以对，可谓啪啪打脸。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，可易中天并不打算就这样轻易放过他。此时他的反击才刚刚开始。什么叫不务正业？什么叫正业？你说你去讲一个不是你专业的课，你这叫不务正业，那叫不务专业，不正吗？所谓不务专业这个词是罪名吗？谁规定了这个人大学的时候学了什么，将来就得干什么？小沙是主持人专业毕业的吗？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，首先得是人。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专业，做什么职业，做什么事业，而在于你是不是在做一个人。言辞犀利，霸气回怼，易中天3言2语就让小伙颜面尽失，瞬间没了脾气。这还不算完，随后还不忘对他进行了一番言语敲打，提醒他做事之前得先要学会做人。这无疑给小伙上了深刻的一课。然而类似的语言艺术典范可不止于此。马云在一次澳门大学的演讲中，现场一位海归女学生向马云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试图想在马老面前展示他的知识和见识。那么他到底问了什么？下面让我们回到现场，看看马云又是如何回应的。马校长你好，我是 Janice。我是一个海归回来的一个学生，那之后也工作了3-4年这样子。那我想请教你一下，你人生也就是经过很多这些 challenges， 那请问一下，现在你最大的 challenge 是什么？那你看到阿里巴巴也有什么 challenge？这位海归女仅仅在国外留学几年，就自以为学识渊博，敢在马云这样的商业巨擘面前卖弄，
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。在中国的讲座上，他却非要在提问中夹杂几个瘪嘴的英文词汇，似乎想以此凸显自己的优越感。然而这种刻意炫耀的行为反而暴露了他内心的浅薄。马云并未动怒，也未直接批评，随后仅用寥寥数语就直指问题核心，让这位海归女在众人面前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刚才你讲你是海归，我说海归一定要淡水养殖，土鳖一定要海里放一放，只有杂交混养才有机会未来。千万不要觉得我海归回来我就把西方或者是外面世界上的东西都懂，两码事情。马云的这番话确实霸气且充满智慧，全程没有使用一个脏字，却回怼得他抬不起头来。海归没什么了不起的，重要的是别忘了自己的根。年轻人出去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服务自己的国家和人民，而不是去炫耀或忘本。真正的成就不是看你从哪里回来，而是看你为这里做了什么。我们国内的人，如果你是本土制造，必须到全世界去走走。我是100% made in China。海归回来的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根，了解自己这个国家的文化，了解自己这个国家的民族的特性，了解怎么跟中国的土人打交道。没有根是不灵的。马云霸气回应道：“我是100%的中国制造，我深知作为中国人，我们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，懂得如何与自己人打交道，这是我们的根，也是我们的骄傲。有些人出去学习几年就忘了本，这是不应该的。”他的话语中虽然没有直接指责，但无疑表达了对某些海归不懂得谦卑、炫耀自己留学经历的不满。同时他也暗示了对方的情商有待提高，因为真正的高情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谦逊和尊重，而不是炫耀和傲慢。马云的这波操作尽显了他的高情商和深厚的人生智慧。朱军，对此你们怎么看？